你是每天被闹钟叫醒，挤进地铁，在老板脸色和信用卡账单之间反复横跳的那个普通人。但你不知道，一本只有3500多字的小册子，薄得像笔记本，却藏着从帝王到凡人用了2000年的修心密码，它就是中庸。可惜今天提到中庸，你脑子里蹦出来的全是老好人和稀泥，平庸无能。如果你也这么想，那真是亏大了。朱熹把它从《礼记》里单独抽出来，跟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列为四书，影响了东亚文明1000多年。这样的经典怎么可能教你当窝囊废？它恰恰是现代人焦虑内耗，在躺平和内卷之间反复横跳的解药。往下看，你会发现，你所有的痛苦都来自同一个根源。中庸开篇15个字，把人生底层逻辑讲得透透的。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先看第一句，天命不是有个神仙在天上发号施令，而是自然规律给你的出场设置，你生来是什么，就有什么样的本性。老鹰生来翱翔天际，眼睛能在1000米高空锁定兔子；鱼生来在水里灵动如精灵。你要是让老鹰学游泳，让鱼学爬树，那不是欺负他们吗？道理简单的像笑话，但现代人90%的痛苦恰恰来源于此。我们拼了老命想做一条会爬树的鱼，社会拿一把尺子量所有人。你逼内向敏感的自己混酒桌，让动手能力强的人坐办公室，叫天生艺术细胞的人学金融。这种背离本性的扭曲，就是一切精神内耗的总根源。接纳自己的出场设置，不是认命，是找到真正属于你的战场，扔掉那把量错自己的尺子，承认自己是鱼。然后呢，躺平吗？别急，第二句直接堵住你的歪曲，率性之谓道，顺着本性走就是你的路。但注意，率性不是放纵欲望。很多人一听就让本性爱睡懒觉，爱吃炸鸡，刷短视频，结果把自己活成一滩烂泥。儒家把性和欲分得很清，性是让你向上生长的内在驱动力，是你做某件事时眼里有光，不给钱都乐在其中的那个东西。欲是过度泛滥，不加节制，就会伤害自己的冲动。刷短视频到凌晨3点后的空虚和自责，跟那是两码事。率性也不是消极顺应，而是积极发现和培育。你是一棵橡树种子，性就是长成参天大树，但你仍然需要土壤、阳光、水分，需要对抗风雨。你天生对数字敏感，不去学数学，练逻辑，潜能永远只是潜能。别逆着水流硬顶，你的天赋才是人生最大的风口。但人都有惰性，走着走着就偏了。所以第三句兜底，修道之谓教，修是修剪，就像园艺师修剪一棵树，不是砍树，也不是改变品种，而是帮树更好地成为自己，把那疯长的枝条剪掉，让主干更挺拔。你就是那棵树，天赋是日行千里，但你天天胡吃海塞，不锻炼，跑起来偷懒，顶多是一匹肥马。教不是外在的灌输，而是自我教育，是你必须自己上路，经历那些困惑、挣扎、醒悟。你肯定有过这种体验，本来心情挺好，路上堵车，瞬间无名火起，狂按喇叭，老板在群里语气重了点，你心跳加速，脑补被炒鱿鱼，辅导孩子作业，一道题讲5遍还不会。你从温柔妈妈秒变河东狮，你的情绪按钮完全捏在别人手里。对此，中庸给出全书最硬核的概念：喜怒哀乐之谓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先说中，儒家从来不主张消灭情绪，恰恰相反，喜怒哀乐是人性的天然部分。问题不在有没有情绪，而在情绪怎么产生，怎么表达，怎么收束。
未发的状态，就是情绪没被激发出来之前，内心像一面平静的湖水，没有涟漪，能完整映照天空和山峦。这个中不是压抑，是不偏不倚，没有被任何情绪和欲望裹挟。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发现，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，在那个空间里，我们有力量选择自己的反应。中就是你修炼那个空间的能力，你不是没情绪，而是能在情绪爆发前按下觉察的暂停键，你跳出自己，像旁观者一样看着愤怒涌上来，然后说：“我看见你了。”这个能力，心理学叫元认知，佛家叫观照，儒家就叫中。名字不同，指向同一种能力，不被情绪吞没，保持内心的主体性和自由。那情绪憋坏了怎么办？中庸有下半句：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情绪当然要发泄，但要恰到好处，符合分寸。节是节度，像音乐有节拍，快了慢了都不成调。情绪的表达也要有节，什么时候该发，对谁发，发到什么程度，用什么方式发，都有讲究。和不是一团和气，而是各种不同的因素按恰当比例组合，产生更高层次的和谐。就像烹饪，酸甜苦辣咸分开都不好吃，调和到位就是美味。亚里士多德说过一模一样的话：任何人都能生气，但在正确的时间，对正确的人，以正确的程度，出于正确的原因，用正确的方式生气，这才不简单。东西方顶级智慧在最高处总是相通的。中庸说至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。当你内心中和了，天地各安其位，万物自然生长。这不是夸张修辞，而是真实的体验。你的内心和谐了，你眼中的世界也就和谐了。道理懂了，真到事儿上，那股火一上来，脑子就空白，怎么办？中庸给了实操指南，排第一的是慎独。原文说：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最隐蔽的地方最能看出真相，最微小的细节最能暴露本性。很多人理解偏了，以为慎独就是一个人时正襟危坐，或者怕被人发现才约束自己。真正的慎独是在没有他人在场，没有外在监督时，你依然保持内心的警觉和真诚，不做违背良知的事。这里的独不光指独处的空间状态，更指内心那种只有自己知道的隐秘状态。你可以对别人笑脸相迎，心里却在咒骂；可以在会议上点头称是，心里完全不以为然。这些内心的隐秘活动别人看不到，但你自己知道，这就是你自己与自己相处的内在空间。为什么君子要对这个独特别谨慎？因为正是在这个没人看到的内在空间里，你的真实面目才显露出来。你在人前的一切都可以是表演，但当你独处摘下面具时，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原形毕露。现代人最大的通病是什么？人设焦虑。朋友圈晒精致早餐加10层滤镜，配文岁月静好，现实是窝在乱成猪窝的出租屋里，焦虑的啃指甲。老板面前情绪稳定像机器人，父母面前懂事听话，报喜不报忧。你用了太多精力维系完美虚假形象，结果一关门，整个人像泄气的皮球，空虚疲惫，想原地消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表演，而表演是世上最消耗能量的事。你脑子里两个你在打架，一个想躺平，一个逼自己摆拍，这种分裂就是内耗的根源。更深一层说，人设焦虑的背后是对真实自我的不接纳和不信任。你觉得自己本来的样子不够好，不值得被喜欢，所以造一个好的人设来取代它。但你内心深处知道那是假的，所以你永远在担心被拆穿，永远在维护那个脆弱的形象。
这种内在的紧张和消耗，比任何外在劳累都折磨人。做到慎独，意味着人前人后遵循同一套价值系统。当你不再需要分出精力扮演任何人，内心就会生出笃定的力量，那种不加掩饰的松弛感，才是最高级的魅力。慎独最终指向的是一种不自欺的状态。大学讲所谓诚其意者，无自欺也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。如果连自己都骗，那就彻底迷失了。慎独就是让你重新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，接受它，然后慢慢提升它。这个过程可能不舒服，但这是通往内心安宁的唯一道路。有了内在真诚还不够，还得有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互联网环境变得极端，非黑即白，非友即敌。一部电影要么是神作拯救影坛，要么是烂片导演该枪毙。工作态度要么往死里卷，要么这破班一天也上不下去了。但真实世界从来不是选择题，它充满了大片混沌的灰色地带。中庸给出高级思维模型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说的是舜帝的智慧。舜出身很惨，亲爹不喜欢他，后妈和弟弟好几次想合谋弄死他，但他没黑化，反而把家庭关系处理得妥妥当当，最后逆袭成国君。中庸总结他成功的秘诀就是这6个字，执其两端是什么意思？面对复杂的国家大事，他不是只听一面之词，而是研究最极端的2种可能，举全国之力做这件事。最好结果和最坏风险是什么？完全不理会，彻底躺平又会发生什么？他把最好和最坏的边界都摸清楚。这里必须澄清一个最大的误解，很多人一听用中就以为是折中调和，各打50大板，这是对中庸最深的歪曲。用中不是取平均数，不是在2个极端之间找一个不痛不痒的中间点。用中的本质是在充分了解各种可能性和边界条件之后，找到那个在当前具体情境下最恰当、最有效、最能实现整体最优的方案。这个中是动态的，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。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偏左一点可能是中，明天在另一个问题上偏右一点也可能是中。它不是固定位置，而是一种权衡和判断的能力。就像中医用药，同样的方子，这个人药量要重一点，那个人要轻一点。这个季节要加一味药，那个季节减一味药。好的中医不是死守方子，而是根据病人具体情况灵活调整，这种能力就叫用中。它是灰度思维的哲学根基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过，领导者的水平体现在对灰度的把握上。为什么灰度思维高级？因为它超越了简单的2元对立。人类思维习惯倾向于简化，喜欢把复杂事情分成对与错、好与坏、黑与白。这种简化的确能帮我们快速判断，但处理复杂问题时就捉襟见肘了。真实世界的问题几乎没有纯粹的黑和白，几乎都是不同比例的灰色。成熟的人必须有能力在灰色中辨别细微差别，在矛盾中看到统一的可能性，在对立中找到平衡点。这种能力的哲学根基就是中庸里的中塔，是万物存在的根本状态，也是人心判断的根本准则。偏离了中就会走向极端，走向极端就会导致系统的崩溃。一个人如此，一个组织如此，一个国家也是如此。不走极端，不钻牛角尖，跳出非黑即白的框架，寻找让各方接受，事情能推进的最优解，这就是中庸教给我们的现代破局智慧。有了内在真诚和外在智慧还不够，很多时候遇事慌乱不是心态不好，而是心里没底。心里没底是因为手上没活。中庸有句话，大家中学都背过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
言前定则不非，事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则不就，道前定则不穷。这段话表面讲的是做事的准备功夫，但背后有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：人的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。很多人向往的自由是没有约束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状态。但中庸告诉你，真正的自由恰恰来自充分的准备。你只有提前把该做的事都做了，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了，把该储备的技能都储备了，才能在事情来临时从容应对，游刃有余。这种从容的状态才是真正的自由。反之，如果你什么都没准备，事到临头只能被动应对，被事情推着走，那你就是最不自由的人。你的每一个反应都是应激反应，每一个决定都是仓促决定，你完全被外部环境控制。所以，凡事预则立讲的不仅是一个做事的方法，更是一种人生态度。真正的自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和努力争取来的，不是等来的，也不是别人给的。所有你看到的毫不费力，背后都是拼尽全力的笨功夫。玉就像水面下疯狂滑动的脚，别人被问到业务数据能脱口而出，你为什么支支吾吾大脑空白？因为你没提前把数据记在脑子里，没提前梳理业务逻辑，那一瞬间的羞愧、慌乱、自我怀疑，就把你的钟破功了。别人遇危机能淡定掏出备用方案，你为什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？因为别人项目开始前就把可能的风险都推演过，准备好了应对策略。这里要强调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，玉不仅是知识层面的准备，更是心性层面的准备。你知道自己准备充分了，心里就有底气，心就是稳的。这种稳定不是靠强行压抑情绪得来的，而是靠实打实的硬实力撑起来的。很多人学情绪管理，只学技巧层面的东西，比如深呼吸、数数字，这些当然有用，但最根本的情绪稳定来自你对自己能力的信息。你确定自己能搞定这件事，你自然不会慌。你之所以慌，深层原因是你知道自己可能搞不定。你必须在事前做到极致准备，才能在事发时展现举重若轻的从容。没有底层硬实力托底，一切情绪稳定。中庸之道都是心灵鸡汤，前面说的慎独、用中、预备，这些还在术的层面，你能靠他们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或高段位职场老油条。但中庸之所以2000年来被无数大儒和帝王奉为治国宝典，是因为后半部分完成了一次灵魂层面的降维打击。他把人生终极密码指向一个字：诚为天下至诚。为能尽其性，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这段话是中庸全书的哲学顶峰。先搞清楚诚是什么。通常我们理解诚就是不撒谎、讲信用，但这只是最浅层的含义。中庸讲的诚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哲学概念。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天道的运行是真实不忘的太阳，每天照常升起，四季按时更替，从不爽约。这种恒常不变的运行法则就是诚。天道是诚的，因为它就是它自己，从不伪装，从不改变本性。人之道是诚之者，意思是人要通过后天努力去实现和回归那种真实不忘的状态。人为什么会不诚？因为人有私欲，有算计，有恐惧，有各种后天习得的虚伪，这些杂念遮蔽了人的本性，让人偏离了天道。所以人要诚挚，通过修养功夫把这些杂念去掉，回归到那种纯粹真实的状态。所以诚不仅是道德意义上的诚实，更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。它指的是人与天道合一的那个状态。
理解了诚的含义，再看那段话的层层递进，为天下至诚，未能尽其性。只有达到至诚境界的人，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。每个人都有本性，但大多数人只实现了很小一部分，甚至完全没有实现。就像一个种子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潜能，但如果土壤贫瘠、阳光不足、水分不够，它可能只长成矮小瘦弱的树。你能不能把本性里的无限潜能充分实现出来，取决于你能否做到诚，能否真实面对自己，能否去除那些遮蔽本性的杂念和欲望。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。当你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，你就能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本性。这不是说教，而是一种自然的感召和影响。一个活出真实自我的人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，能激发和感染身边的人，就像一团火，不需要刻意去点燃别人，靠近他的人自然会被温暖和照亮。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。当你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本性，你就能让万物都实现他们的本性。这里的物指天地间的一切存在，一块石头、一棵树、一条河流，都有它的性，都有它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位置和作用。达到至诚境界的人，不会扭曲和破坏万物的本性，而是顺应他们，成就他们。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。当你能够让万物各遂其性，各得其所，你就等于参与了天地的创造和化育工作。天地生化万物，圣人辅助天地，让万物更好的生长发展，这就是赞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与。当你能参与天地的化育工作，你就达到了与天地并立的境界。参就是三，天地是二，加上你就是三。你不再是天地之间渺小的被动存在，而是和天地并列，能主动参与宇宙创造的存在。这是何等的磅礴大气！儒家从来不是让人消极认命的思想，而是赋予了人极其崇高和主动的地位。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修养和实践，达到与天地平起平坐的境界。这不是狂妄，而是深刻的自信和担当。中庸还有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至诚之道，可以前之，故至诚如神。前之是未卜先知吗？绝不是迷信。普通人为什么看不清未来？为什么投资被割韭菜，职业选择踩坑，感情遇人不淑？因为眼睛被太多东西蒙蔽。你看股票，脑子里全是我要发财的贪婪，看到的 K 线图全是诱惑，庄家稍拉抬你，就飞蛾扑火冲进去接盘。你看行业趋势，心里全是失业了怎么办的恐惧，看到的变化全是危机，你不敢动，最后被动挨打。你的认知被情绪和欲望严重扭曲。但做到至诚的人，内心极其清澈，没有主观妄念。他看世界就像一尘不染的镜子，世界本来什么规律，他就看到什么规律。因为剥离了所有虚妄私欲，他站在绝对真实那一边。当事情刚冒出苗头，因为看透了底层规律，他自然能精准预判走向。在被欲望蒙蔽双眼的普通人看来，这个人简直是神仙，能未卜先知。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根本不是超能力，只是因为他选择了真诚，世界也把最真实的一面回报给他。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认识论原理：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永远不是纯粹的客观反应，而是经过我们主观状态过滤和加工后的产物。你的心是什么样的，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。心被贪婪占据，你看到的世界处处是机会，其实处处是陷阱。心被恐惧占据，你看到的世界处处是威胁，其实处处是机遇。只有心处于诚的状态，清明、真实，没有偏移，你才能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，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判，
所以至诚如神的神，不是迷信意义上的神，而是一种极高的认知境界和判断能力。这种能力人人本具，只是被私欲和妄念遮蔽了。通过诚的修养去除遮蔽，这种能力自然就会显现出来。明天早上7:30的闹钟依然会响，你依然要挤地铁，面对老板催促、甲方刁难、信用卡账单。这本2000多年前的书怎么帮我们把日子过舒坦？先说内卷，现在社会有个病态逻辑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所有人拼命向外看，同龄人升职了，邻居孩子报班了，朋友圈又换车了。中庸告诉你，对待内卷最好的态度是4个字：无过无不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度，别人一天干16小时，是别人天赋异禀或拿命换钱。你一天高效6小时，产出已达顶峰，在加班效率直线下降，身体亮红灯，那你的度就是6小时。这背后有一个深层的价值观问题。现代社会把人当成可以无限提升效率的机器，不断的压榨，不断的追求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。但人不是机器人，有自己的节奏、自己的限度、自己独特的生长曲线。违背这些，强行去追逐一个外部的统一标准，结果只能是身心的双重崩溃。对抗内卷，不是拼命卷，也不是彻底躺平，而是向内求，找到自己的节奏，把真正擅长热爱的事做到极致。当你停止用别人的尺子丈量自己的人生，内卷这阵风就刮不动你了。再说算法投喂，我们每天刷短视频，算法比你妈还了解你，你喜欢什么就疯狂推送什么。在算法围猎下，我们越来越情绪化、极端化。这时候请拿出你的看家本领，慎独。信息爆炸时代，慎独有了新解释：没人监督，甚至没人知道你是谁时，能否控制自己不吃那些上瘾的电子榨菜？能否守住独立思考能力，不被算法带节奏？这背后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：在信息时代，如何保持自我的主体性？算法的本质是预测和操控你的行为，它根据你过去的数据推测你未来的行为，然后用精心设计的内容引导和强化你的行为模式。如果你没有觉察，你的喜怒哀乐、你的观点立场，甚至你的消费选择，都将被算法暗中塑造。你以为是自己在做选择，其实是算法在替你选择。慎独的功夫，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重新夺回主体性。关掉手机的那一刻，你还能不能自己决定自己想什么、感受什么、相信什么？你还有没有一个不受算法影响的、属于自己的内心空间？每天给自己留15分钟绝对独处、绝对不碰手机的时间，就是在守护这个空间的边界。再说人生低谷，每个人都有倒霉的时候，失业、失恋、投资失败、生病。低谷期最容易怨天尤人，或者好高骛远，总想天降横财，一把翻盘，或者沉浸在过去的辉煌里无法自拔。中庸有一句非常通透的话：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怨乎其外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患难，行乎患难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真正的君子根据当下的处境，做该做的事，不生不切实际的妄想。这句话的智慧在于，它让你把注意力从我想要什么转移到我现在能做什么上来。人在低谷时，最大的痛苦往往不是处境本身，而是处境与你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。你期望自己事业有成，现实中却失业在家；你期望自己家庭美满，现实中却孤身一人。这种落差带来的痛苦比现实更折磨人。素其位而行，就是让你暂时放下那些期望，先把注意力收回到当下。你现在就是这个处境，那就先把处境里能做的事情做好。失业了就好好改简历，学新技能，
锻炼身体，失恋了就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找朋友聊聊天。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恰恰是帮你重新站稳脚跟的基础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培养的是一种内在的安定感。不管外在境遇如何变化，你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情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。这种安定感是任何外在成功都无法给予的，也是任何外在失败都无法夺走的。别在生病时逼自己跑马拉松，别在破产时幻想开豪车住别墅。接纳当下处境，把每件小事都注入极致的真诚，这就是破局的唯一方法。当你任何处境都能泰然处之，从容不迫，低谷就不再是深渊，而是积蓄力量、触底反弹的踏板。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在教如何赢，如何争第一，如何出人头地成为焦点，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，如果拼尽全力还是成不了最牛的那个人，如果这辈子注定是普通人，该如何自处？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获得内心的安宁？中庸结尾给出了无比温柔辽阔的答案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天地之间，万物自由生长，大树苍劲挺拔，能乘凉，能成栋梁；小草葱郁嫩绿，能涵养水土，让人感到生命顽强。它们各自精彩，互不伤害。世间有无数条路，每条都有独特风景，每条都能通向远方，并行不悖，互不冲突。这才是真正的中庸精神，是宇宙间最大的包容与慈悲。它不只在教你接纳世界的参差百态，更在教你发自内心的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。你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你只需要率性之谓道，找到自己的出场设置，好好发挥出来。你不需要强行压抑喜怒哀乐，只需要发而皆中节，让真实情绪成为生命力的表达。你更不需要学虚伪套路，只需要做到极致的诚，安安心心走好脚下的每一步。时间自然会给你最公正、最丰厚的回报。愿你在喧嚣世界里找回自己的节奏，在这个非黑即白的时代，守住属于你的那份从容与通透。